这不挺快的吗？就还剩2题了。好。怎么了？啊，今天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妈，我今天听到单宝坤的消息了。啊，写完没？快了。这啥题？老爸帮你看看啊，老爸帮你做啊。啥玩意儿这？哎呀，老爸也没招了啊。老姐姐说的也对啊，咱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咱答应的事咱得做啊。别恨你老姐啊。那你是怎么想的？他跟我没关系了，你真是这么想的？我原本觉得我会一直都挺恨他的，但我今天真听到他的消息的时候，觉得也没什么别的情绪了，都过去了，还没什么情绪呢，脾气都发到像上头上。是我刚一下没忍住，是我不好。不管怎么说，不能拿孩子撒气。我知道。行了，收拾收拾，早点休息吧。向上题要是做完了，也让他赶紧休息。哎，爸，您喝茶。您今儿怎么想起找我来了？不急啊，我就问问你，这篇文章啊，你看了吗？看了好几遍呢。哎，爸，看报纸这件事儿，我还真得感谢您。就是当年您读了一篇《人民日报》的什么养猪的文章，才看清了势头，看清了趋势。我到现在都忘不了。我就为这篇文章来的，我是怕你这每天忙日理万机的，我怕你没看。你要是看了，那太好了啊！你给我说说啊，你是啥体会？哎呦，体会，首先肯定是兴奋呀，当然也有反思啊，还有很大的冲动。啥冲动？冲动就是想把咱们机械厂干得更大、更强、更好。好，太好了啊！咱有这篇文章当依据，那我就要好好宣传宣传。我得拿这报纸啊，我跟这重点对象，我得好好做工作。哎，谁是重点对象啊？你老丈母娘。哎，这茶沏的还是那么好啊，香啊，香。哎，对了，爸，明天局里边要召开一个职工代表座谈会，主要就是想听听职工代表对发放原始股的态度和意见。我觉得啊，这方面您理解的还是挺深刻的，要不您去得了。我去啊？不，你说你个总厂厂长，你现在通知我，你这上上下下这差了好几级呢啊！哎呦，行，我明白了。那这样，我让厂办通知分厂，分厂通知车间，车间再通知您，行不行？那是妥妥的。辞职总得有原因吧？哎，最近工作不顺心吗？没有，我是特别感谢咱们局里一直以来对我的培养。那还辞什么职？拿回去，全当我不知道你辞职这件事情。局长，辞职这事儿吧，我确实深思熟虑过了。深思熟虑啊！你知道我在这上面1000字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。我知道，知道还辞职，还是年轻啊！你呀，冲动。局长，我是真想明白了，我好多大学同学已经下海了，都干得风生水起的，所以我也想借着这风头，我去试试。你呀，净看眼前了，
以后会后悔的。行了，我这一我会。本着对你负责任的态度，这辞职的事情，你再好好想想。李局，李局，您刚才的讲话真是让我看到了未来的曙光，醍醐灌顶啊！啊，哎，刘成，哎，你厂子里头原始股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？啊，报告局长，正在努力当中。光努力是不够的，要见成效。明白，明白。前几天我去市里去开会了，又见到林副市长了。哦，他呀特地问到了咱们机械厂的情况，对你呀特别的关心。啊，他是咱们机械厂的老领导了，肯定关心。学长，哥，这文件你还能落下？我给我看了。爸，您咋来了？这来的都是机械厂的骨干精英，你爸呀也是机械厂的一个老前辈，怎么不能来呀？是你这小子是，哎，对了，正好趁着你爸在，你问我的那件事情啊，你问问你爸，你辞职这件事情，如果你爸同意的话，我不反对，但是啊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好好的考虑考虑啊。是，哎，这个年轻人啊，好冲动，是好好的劝一劝，别盲目跟风啊。我下午还有个会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先忙局长您慢点。咋回事？啥意思？就是这么大声了，我们家里人谁那个，咱回办公室说，这儿这么多人干嘛呢？这是。你给我过来！那边吧。快去！你说说，你咋想的？我就是不想让我学的这一肚子知识全让茶水给泡没了。啥叫泡没了？啥叫泡没了啊？刘成的跟你一样吗？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单位啊，做这个办公室，我就没听他说啊，说他这个什么知识啊，让茶水给泡没了。你怎么就给泡没了啊？爸，您先喝口茶。我不喝。我这情况吧，跟刘成哥哥完全不一样。他这到单位吧，他有用武之地；我这天天到了单位就是往办公室一坐，那能一样吗？先喝口茶。哎呀，反正学习你想好了啊，迈出这一步，那就迈出体制了。这学而优则仕的仕，可就没了啊！来，口水。不是哥，你咋也……这都啥年代，咋还这思想？人家古代念书念的是八股文，那不当官没有别的出路啊。那现在啥情况？现在讲究的是科技兴国，实干兴邦。也不跟我整那没用的啊！学习，你是大儿子，你得给我打个样。这单位那就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大树，你想没想过？等你老了，我就死个屁的了。这棵大树那是给你挡风遮雨的，知道吗？爸，我问你个问题吧，假如啊，1978年，您从报纸上看完那篇养猪的文章以后，直接离开机械厂去养猪，会是什么结果？估计咱机械厂第一个万元户就是您了吧？那倒是。咱再比如啊，80年代初，您要直接辞职了，专门去拍照片，又会是什么结果？估计就不是万元户这么简单了吧？据我所知啊，当年晚您一步去拍照片这个人，5·1劳动节一天啊，就挣了500多块钱。后来人家还成立了当地第一家民营企业，那营业执照都是001号啊。有时候我就想啊，爸，您说这001号怎么就不能是您的呢？这一天500多块，怎么就不能让我爸给挣着呢？以您这人品，您这业务能力，是吧？我都替您去的慌。你别忽悠我。爸，其实您也不是没有机会，就是这机会来的时候吧，
您老是抓一下就放手。您说您当年这些机会要都抓住了，得多了不得呀！爸，您说是不是？不是，那你现在这个选择的是机会啊？咱家老头开始摇摆了啊！爸，您刚才也说了，这单位呢就像一棵大树，能给我遮风挡雨。可是您想没想过，我要是真坚持下来了，以我从您这儿继承着的聪明才智，那我自己就是这大树了呀。您这天天读报纸，那也不能老说一套做一套。哦，光看着风向了，不顺着风飞，非得逆着风扬，那哪行啊？这个单位多好啊！刘晨，你现在当厂长了，对吧？你这见多识广的，你劝劝你弟。那我能说什么呀？我觉得人学习说的挺明白的呀，对吧？现在好多人，我听说都是按照学习说的这个路子走的。南方的好多官员都辞职，开始自己经商了。哎，那个词儿叫啥来着？下海，下海，下海。儿孙自有儿孙福。这办公桌哪个是你的？那是我办公桌。这玩意儿能拿走吧？这单位发的铅笔，拿它干啥呀？我留个纪念。行啊，目的达到了啊。就你自己在家呢？是吧？啊，哎，哟，这什么呀？我做的墨鱼豆酱，我拿来给你们尝尝。你说你跟你师傅真是心有灵犀啊！完了你师傅早上还念叨呢，说这个春分前后有3鲜啊，面条鱼摊鸡蛋，炝拌嘎巴虾，再有就是这个墨鱼豆酱。你看看，你看我这嫩葱都买回来了，蘸这吃绝配。这我拿来的也太及时了，要不我室外吃不上这口的呢。那是啊，学习最近没咋回来哈，他咋样了？还那样呗。没张罗处对象、结婚啥的啊？没有，他这是还没到想结婚的时候。你看他跟好好俩人，一个不想娶，一个不想嫁的。让我说，他们老庄家这点桃花运呐，都用我师傅自己身上了。你看到孩子这儿，个个都不灵了。不行，你就催一催吧。我不好催，你咋不好催呢？你要张不开嘴，我去催去。你也别催，这事儿没事儿。那我给学习当过妈呢。你什么时候给他当过妈？你忘了？我去替他开家长会去，咱俩还碰见了呢。哦，是，哎，你说你胆儿也挺大的啊，比学习才大个10几岁，你敢冒充妈？那哪是我冒充他妈呀？那是他求着我去给他当妈去。那到最后我让他叫妈，也没给我叫出来这声妈。行，你忙你的吧，我那锅上还有菜呢，我走了啊。啊，谢谢啊。没事，这客气啥？刘成，吃饭了。刘成，哎，赶紧吃饭了。来，今儿怎么吃这个呀？五谷杂粮对身体好。来，啊，检查报告昨天出来了，说是精子活力不足，量少。那个报告在那儿，你要看吗？啊，不用。不过大夫说了，没什么大事儿，都可以治，只要抓紧治疗，养好身体就行。然后我联系了我一个朋友，帮忙找了一个专家。你就是最近应酬太多了，调理好身体就行啊。来，吃鸡蛋。
没事，过2天我去医院复查去就行。哎，不用着急，调理好身体就行。这孩子呀，早2年药，晚2年药，不都一样吗？哎，我忘了，早上厂里有个会，我得准备一下。你先吃，啊。晚上我有应酬，回来吧，别等我。滚蛋！哎，大哥，我搓搓筋呢。还你媳妇儿了。你还我媳妇儿？你搓澡巾我哪手在哪儿？你什么时候用的？你搓的？你看见小叶没有？这龚廖丹他的签字办公室没有啊？没看见呢。小叶中午就走了，家里有事儿。哎，这大家伙咋都停了不干活了？马上下班了吗？这还15分钟呢，这不准备下班洗澡吗？不是你真行啊！以前提前5分钟准备下班，这现在提前10几分钟啊！不是你还指不指望厂子好啊你？老张，你是不是因为见我做了车间主任，刘成当了总厂厂长，你就看工友们不顺眼了？我就看你不顺眼。你看这个吊儿郎当的样，你给那些年轻人你做个榜样行不行？我给年轻人做榜样，那不坑年轻人吗？现在咱们这个事儿啊，干不干是一样，干多干少一个样，干好干坏一个样，怎么舒服怎么干呗。你要不愿意干，你就出去干去啊！我出去干你必死。那咱们厂不是有个马国华也出去干了吗？到最后还承包了几个厂，也不是因为亏损嘛。要我说，还是咱们国企好，轻轻松松，旱涝保收。哎呦，你快出去吧，少了个马国华，还能多了个宁国华。你以为私企好干呢？一天累死累活的。累死累活的工资高啊！那马国华他们私企工人的工资都翻1倍了。张哥，你跟刘生说说，给咱机械厂工人的工资也翻1倍呗。哎，你那个实在翻不了的话，每个月涨点工资，多买几斤肉，它也是好的呀，对吧？行，行，我也看明白了啊！你们啊，就是想啥活也不干啊，完了再多捞点好处，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？你别指望他了。哎，这下到家了啊！对了，走，洗澡。哎呀，走了，张师傅。张叔啊，走了。厂长，咱们厂是不是要改革啊？你问这干嘛呀？我就是想问问，那万一有人事调动，会不会影响到我呀？那就看你的表现了。把报纸收拾好，记住，改革是大势所趋。别扔，这都弄脏了，扔了吧。脏了我擦擦。哎呦，咱家不缺报纸啊，那么多报纸呢。哎呦，谁知道你爸觉得哪张能用啊？你都给他留着。
他现在也真行，说这都看上《经济日报》了。现在不是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吗？你爸说看了《经济日报》啊，能抓住经济建设的中心，挺紧跟潮流的。那是，他脑子可不白转。他要多读几年书啊，厂长没留成什么事儿。哎呦，你呀，真把他当个宝啊！一本破书有什么看头啊？都什么年代了还看书啊？有这空啊，还不如去天津街摆个地摊赚点钱。摆地摊能摆出什么前途来？你怎么知道人家摆不出前途来？人一晚上赚的都快赶上咱1个月的工资了。挣的再多，不也就是个摆地摊的吗？怎么，你看不上摆地摊的？像你这样好，把书看破了也看不出一个大字儿来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啊，这老祖宗都说了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这赚钱的道都在书里面。你知道这个道，怎么还没念上大学呢？怎么技校毕业了就出来干活了呢？你得看念的是什么书嘛，对吧？你看，这可是点子大王的书，教的就是怎么赚钱。现在这厂子里吧，这1个干，2个看，这剩下一帮在扯淡。你说老这么下去，这哪行啊？这厂子不得黄啊！所以啊，归根结底还是习惯了吃大锅饭的人们，干活的、偷懒的，这工资奖金拿的都差不多。这搁以前呢，大伙儿还以厂为家，还有个主人翁的这个心态。现在真是，能练摊的就练摊去了，像学习似的，能下海当老板就当老板了。这活路一多吧，人就活泛，这还嫌咱们厂不赚钱呢。所以说你们得研究研究，这好好想想办法。我也想过，办法无非就是滚赌语书。啥滚呢？就是大禹治水，要么赌，要么输。大禹治水我知道，滚是大禹他爹。哦。哎呀，咱们机械厂这湾的水，我要是治不好，我也是大禹他爹，我也得滚。你干嘛呢？这作业做多久啊？又开始开小差了。老姐，让我下去玩一会儿呗。你这卷子才做多少题呀？又想出去玩了？我饿了。饿了。哎，那我下2个饺子，你先垫吧垫吧。你爸这就回来。老妈，让我出去玩一会儿呗。等我爸回来我就来家。啊，行。哎，不行。哎，你现在咋回事啊？一做作业啊，不是渴了就是饿了，要不就什么困了要上厕所了，你能不能静下心来好好写呀？啊，来，我陪着你写，你今天不写完不许出去。老妈，他回来就写，写到现在了，这样眼睛也受不了。没写完呢。就是要劳逸结合。再说了，我玩又不耽误学习，班上比我成绩好的也没几个。班级名次有用啊？你只跟你们班同学比啊？你以后高考那是要跟全校同学、跟全省同学去比的。装好，我都要练成近视眼了。你这卷子才做多久啊？你就要近视眼了？你哪来这么多臭毛病啊？你要真近视眼了，你放心，我以后给你配近视眼镜。妈，你听见了吗？他没想你儿子。这外面吵吵把火的，他在这儿也学不进去啊。每次说他2句，你老跟我唱反调。我听咱妈的，不用你管。哎，不是啊，你老姐说的对，你就得听。他也不听你的呀。那就玩10分钟啊！哦，回来就写卷子。好，不行，装下车。哎呀，回来！哎呀，现在玩啥时候玩啊？卷子都没写完呢。卷子能有写完的时候啊？哎呦，行了，你该忙啥忙啥去吧，就这么个事儿啊。你们回头多研究研究，是吧？对，得开会研究。王站长，黄店长，耳朵塞驴毛了他是假装听不见。不，我也没惹他呀，这个。他跟我闹脾气呢。怎么呢？想把黄显峰弄到供销科，我没同意。这个老黄，这点觉悟没有吗？
那黄显峰那不是入过大牢吗？在厂里也不合适啊。所以说呀，实在安排不了了。本来人就多，实在塞不进人家了。这事儿反正你们自个儿研究吧啊。那个没啥事儿的时候带着圆圆，一块儿回家看看你妈去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放心吧。对了，这给你啊，这个您给咱家那小子带回去，他肯定喜欢。哎呀，这小子真是招人喜欢呀！哎呀，你要喜欢，你跟圆圆你俩自个儿生一个呗。那我一人也说了不算呀，看缘分。啥缘分不缘分？缘分是等来的呀。不是有首歌写得好啊，这幸福啊不是毛毛雨，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。我知道了啊。那个回去您看说明书啊，装电池啊。好，你忙去吧。哎，得了，您骑车也慢点啊，开车慢点啊。哎，别喝酒啊。好啊，慢点啊您。啊。回来了。干啥呀？拉了个脸。哎，洗手去。那小兔崽子呢？别老小兔崽子叫。他如果是兔崽子，你是兔子？去找刘成了吗？说我儿的事儿了吗？我不知道他能灰头土脸的。臭不要脸的！原来是谁跟着你屁股后面一声厂长叫的？那是当年他在我脚底下，现在人在我头顶上。哎，我不是早说了我不去机械厂了，你们非不听。你以为我愿意低三下四的跟你去求人呢？啊，有本事你自己找工作去。我早我没找啊。我今天跟我哥们对了个缝，他说要100吨盘条，完后利润我俩对半分。不是什么意思？你还要当倒爷去啊你啊？啥叫倒爷呀？人家知道你是机械厂副厂长，这点盘条对你来说叫事儿吗？哎，盘条现在是紧俏的玩意儿，这事儿如果能成了，赚不少。你儿子这是想把我也给送进大狱去？你干啥呀？说那2个字，不就几根盘条吗？这放在过去，他就投机倒把罪，你懂不懂啊你啊？亏你天天看那个人民日报，都跟不上形势了。我还是想干点正事儿。算了妈，别说了，不帮忙拉倒，我自己想办法。你想什么办法？你想办法！我告诉你啊，少跟那些皮包公司来往。不是，人家是正经公司，正经公司找你呀？啥意思啊？啥意思？不帮忙拉倒，不帮忙拉倒呗。我这当没你这爸。你再说一遍，咋了？你好什么好？就会耗子扛枪窝里横。我要干点正事，你不支持也就算了，你还打击他，你挖过去，你还说那2个字儿，你就关着吧你，都关进大狱里去了，你还执迷不悟啊你！你还说，有完没完呢？往右，往后，往前，来，快！我就刚玩一会儿，1分钟都不到。我信。哎，那咋妈让我玩的？卷子做完了吗？你卷子没做完，谁让你玩的不行啊？学习回来了。哎呀，姐，哎，我这买了点蟹子，你看看，都我自己挑的，个顶个的。哎，你回来正好啊！我这毛豆好了，你要先尝尝，正好帮我捞出来。行，我给你尝尝咸淡。哎，洗手。让不让吃啊？您的蟹子我拿来瞅瞅。来，哎呦，挺好的，妈，你让圆圆回来一块吃啊，她最喜欢吃这个嘛。哟，他最近升了班主任了，事儿多，你不用管他。哎呀，班主任也是要吃饭的呀，你打个电话问问他啊。行，那我问问。来，先吃点儿。哎呦，爸，你别跟那报纸杠着了啊！他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厂长啊。咱爸知道这国家新政策呀，比我知道都多。了解有啥用啊？不就是拿那死工资了？我跟你说啊，这机械厂现在就是半死不活，也就咱爸还干得这么来劲儿。不是你这说啥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说我半死不拉活的行，你不许污蔑我们机械厂。你现在厂的这个局面叫阵痛是吧？用这词儿用的还挺时髦。来，学习，你
这下海的事儿就这么定了吗？定。啥？你要下海啊？那为啥呀？这啥时候的事儿啊？没有为啥，我就是不想再过这种一杯茶水、一张报纸能泡一天的日子。啊，挺好的啊，那就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，说不定干得更好呢啊！姐支持你。你当然得支持我了，你当年不就这么干的吗？爸，要说下海这事儿啊，我姐得算我前辈。行了，别说我了，打到现在隔三差五还说我。那可不，你俩这两码事儿。那你说你想下海，那得有个去处呀。你是有计划了？之前啊，有一家乡镇企业，我就一直过去给他们做这技术指导。之前就一直让我过去，我就一直没下了决心。那他们这是聘你去啊？也不算吧，算是合伙。哎，那能不能先停薪留职啊？你给自己留个后路嘛。我辞职就是为了不想给自己留后路，这样才能逼着我破釜沉舟的把企业做好。可惜啊，是个乡镇企业，是吧？我跟你说，你还别小瞧乡镇企业。我今天刚看了一组咱们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组数据，去年咱们全国乡镇企业的总产值首次突破了1万亿。现在咱们全国的乡镇企业啊，总资产已经超过了5300亿，拥有员工9300万人，而且这其中啊，有117家国家2级企业，2家国家1级企业，中外合资合作有7000多家。哎呀，行，够了，我听明白了，做了不少研究，能把这些都背下来，意思就是铁了心了要干，是吧？只要你想干，我们就支持你。爸，我下个月准备先去趟广州，我听说那边有一个广交会，那广交会整挺大着呢。那个报上说是引领了世界的潮流，说这全球的客户啊都去那广交会去找新技术去。你到那聚队啊，长见识啊，开眼界。是，可是我现在对这广交会吧，还只是停留在听说这层面，我就怕过去摸不着门路，两眼一摸黑，啥也摸不着。我还真认识一个搞外贸的朋友，要不我帮你问问呢？那你给介绍介绍呗。是啊，帮我问问呗。行，我给你问问。那行，姐你想着点帮我问啊，我这有点事儿，我约了朋友聊了厂子的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哦，你不在家吃饭啊？不在家吃了。那你整那么多蟹子干啥呀？买给你们吃的呗。你忙正事去啊。哎，哥，那你在家呢？啊，你睡觉呢。行，怎么样啊？最近？最近有一个挣钱的大项目，这先不能告诉你啊。啥事儿整这么神秘？行，那你先琢磨好了跟我说啊。有什么需要帮忙，随时跟我说。啊，那我走了，你开车慢点啊。哎，不吃了，我去倒垃圾啊。不吃了，阿姨。来，袁一，刚出锅毛豆，吃点。行。哎呀，小新，你等会儿，我问问你，你这见什么朋友呀？男孩儿女孩儿啊？你这太敏感了，就一老同学，男的。男孩儿什么时候不能见啊？你说你啥时候去见个女孩，然后往家领个女朋友啊？你老天天盯着我干啥呀？你都33了，不也还单着呢吗？你跟我那能一样吗？你身上扛着的那是咱们老庄家这传宗接代的重任。家里不还有天天跟向上的吗？问你啊，你是不是这心里还装着圆圆呢？我可跟你说啊，不管你心里咋想，这都已经过去了，你得开始你自己的新生活。哎呀，你就别瞎琢磨了，我们现在也不是少男少女那时候了，我就一直把她当亲妹妹看。你追出来就为说这事儿吧，你给我吧，你回去吧。你是真的啊？真怕你这心里老想着他。你就别瞎说了，人现在跟刘成过得挺好的。你说你这一下海吧，你这个人问题更顾不上了吧？别老说我了，说说你吧。我有啥可说的呀？我这现在不过挺好的吗？是挺好的，那不还能过得更好吗？我觉得建广哥真挺不错的，又知根知底，对你又好，多好。不是今天咋了呀？妈今天也提建广哥，那说明大家意见是一样的呀。啥意见？是这建广哥人是挺好的，但我俩不合适。你看啊，他人挺好的，你人也挺好的，这两好变一好，不更好吗？这种事儿那是人好就能凑合的呀，你人不好啊，你咋还单着呢？那你就说回来了，你赶紧回去吧啊！你要开公司啊？对呀，
我这是叫响应时代的号召嘛。那报上不都写了“东方风来满眼春”了吗？我得抓点紧呀，我得来个春江水暖鸭先知嘛。哎呀，这孩子多好啊！园艺真不错，啊，懂得与时俱进，不错。你干啥去？公测。你看这侯老师都认可我了。我跟你说，花姑姑，现在赚钱的时代已经来了，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，站在时代的最前沿。好，我支持你往前站。我知道你肯定支持我，你思想先进，最能接受新鲜事物，是吧？花姑，你准备支持我多少啊？啊？就是你支持，你不能光口头支持嘛，你来点实际的嘛，啊，对吧？我们家你师傅早都跟我说了，说他这3个徒弟里啊，这陆建广脑瓜不行，干活行；刘成吧是脑瓜聪明，但不踏实，唯独是你，又聪明又实在，又大方又有才。你说当年你写那诗，那写的笔墨生香，文采飞扬的，小词满天飞呢，对吧？不，当时把那个报社一编辑。那迷得5迷3道，乱七八糟，差点就犯错误。哎，人家就是欣赏我的文笔啊。那肯定。哎，但是话说回来，花姑，你说你也是，你说你这么好的文笔，你咋说不写就不写了？那多可惜啊！你说你这一封笔，你不知道便宜了多少没有才华的诗人，他们还得感谢你。感谢我啥呀？感谢你给他们腾地儿啊！你要一直写下去，哪还能有他们的机会？哎呀妈呀，你拉倒！你太夸张。大吴啊，你就是这点不好，你老是低估自己。我前几天我见了一个出版社大领导，人家就说了，当时在报社就看过你写的诗，就那首叫《钢花飞呀飞》，人家印象老深了。什么飞呀飞呀？你说的是那个钢花飞溅漫天舞吧？对。妈，那首诗那出版社大领导还记着呢。那肯定啊，要不然我咋能说出这钢花飞溅满天舞？什么满天呢？那漫天，一满一漫，那都差老鼻子了。我跟你说，老姑，我是这么想的，等我有钱了，我就帮你出一本精美的诗集，就精装那种，5个烫金大字《夜爱花诗选》。行，那回头我把我那诗歌啥的我整理整理，完了你拿着给大领导看看呗。行啊，没问题啊。那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了啊。行，不能变卦了。变啥卦呀？你这把我这文学梦又给我勾起来了，都扔多少年了？这现在捡起来也不晚，真的啊。您放心，等我有钱了，我立马办这个事儿。行。哎呀，你看，那个家里现在能拿出来的现钱也就不到1000。900就行，你这1000，我跟你说，这我妈本来就有钱，这不是你师傅想办好事吗？替大家买了原始股啊，对吧？您放心，这个钱算是我借的，利息你就比要银行，哎不，翻个番你打个滚都行。哎呀，你说我借你钱，我还要啥利息啊？对，那必须得要呀！我借你钱是去生钱去了，那就好比借鸡去下蛋。那到时候我不光还您鸡，我还得还您一筐蛋。不用，这孩子真讲究，我给你拿啊。行。方先生，吃。感谢你为我家学习联系广交会的事儿啊。哎，你跟我就不要这么客气了。我敬你一杯。啊。节奏，手打开，抻出来，对。哎，右手往低一点儿。哎，好的，很好，非常好。展开，对。节奏，踩上节奏啊，都踩上。你这个手打开啊，手，很好。好的。不是，真给你们取这个名字啊？真的呀，我们就真的叫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啊。那你爸还挺会取名的。他呀，随口取的。不是随口取的吧？
这叫思想先进。我爸还真的叫装先进，真的。老板，老板来喽，过来一下。怎么了？你看这菜，炒成皮筋了吧？不可能！你看这妹妹都吃乐了，吃美了。哎呦，老板，你这个吧确实也没炒成皮筋儿，谢谢妹妹，您是公道人儿。炒成牛筋了，真的嚼不动、咬不烂的。这，好，就那桌你看过去吧。啊，哎，有话好好说啊！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刚从厨房出来啊，咋回事？哦，没事没事，老板，没别的意思啊，就是您这个海肠炒的确实太不地道了，焯水少说焯了得有1分钟吧，而且肯定是跟韭菜一块下锅的，这下锅时间太长了，口感不对，这没法吃啊。姑娘，我炒了这么多年，一直是这样做的，也没人说我呀。哎，这样，你要是有能耐，你做。春风会说话，燕子会回家，时光的枝头挂满新童话。生活的路口酸甜苦辣，都是年华。我们像种子一样埋下梦，等开花。好好的年代呀，别急着赶路呀。门前十字树红了一年又一年啊。平凡的我们守着灯火，可亲的屋檐下，不管世界怎么变，这里永远是家。愿你走过风和沙，仍记得年少那个他，在爸爸沉默的目光里，读懂没说出的牵挂。也愿你看遍世间繁华，依然会为一朵花停下。若岁月终将染白头发，你要记得我们曾这样深爱过啊。平凡的我们，披星戴月，也不说疲乏，在人生月落之间，把日子过成花。在爸爸沉默的目光里，读懂没说出的牵挂。也愿你看遍世间繁华，依然会为一朵花停下。若岁月终将染白头发，你要记得我们曾这样深